如果你最近有在關注顯示器市場的話，應該有發現 Sony 這一台 Bravia 5的熱度最近真的是異常的高。嗨，歡迎回來，我是驢子。去年 Sony 大改旗下 Bravia 產品線，變成數字命名，例如去年推出的 Bravia 3、Bravia 7、Bravia 8、Bravia 9，隨着數字越大，責任越大。不是啦，是數字越大，規格越好，定位更頂的意思。以今年來說，最入門的機種是 Bravia 2 Mark II。Mini LED 旗艦則由 Bravia 9繼續當家。從去年的產品線就能看到 ，Sony 對新世代的高階顯示器基本上就是朝 Mini LED 為主了。旗艦 Bravia 9可以說是從去年強到今年的機種。單以規格來看 ，Bravia 9真的不算突出，但大家都知道 ，Mini LED 從來不是只看規格、靠堆料就可以做好去彌補技術差距的產品，實實在在會跟硬體以及抗光遠散法的調校完全連接。所以去年的 Bravia 9就是靠着極強的 Sony 抗光遠散法以及索尼無可取代的色彩科學，在競爭激烈的 Mini LED 市場中成為獨樹一幟的存在。而今年 Sony 的 Mini LED 熱度突然變得異常的高，那究其根本，最大的原因其實就是我背後的這台 Bravia 5。今年這台關注度很高的原因，總結3個。第一，這是 Sony 首次在中階定位當中直接下放了 Mini LED 硬體。第二，而且 Sony 不只是給了硬體 ，Bravia 5也用上了新一代的 Mini LED 控光遠散法，就算硬體100分區的級距，依舊做到了背光貼合實際畫面。最後一點，這也是最重要的 ，Bravia 5這次同樣用上了 Sony 獨家的護城河，也就是可以先看懂畫面，再給最佳演算法的 XR 認知智慧處理器。這也是為什麼 Bravia 5可以做到旗艦同款的 XR 極致精準背光控制技術。所以同時來看，以 Sony 中階來說，這個規格領域真的就是史無前例，那自然熱度就起來了。所以幫你團隊當然是第一時間就直接借來了一台，詳細幫大家來測。沒錯，在我身後的就是 Sony 超值價位帶的最新力作 Sony Bravia 5，搭配上也是最近蠻熱門、超值定位的 Bravia Theater System 6，來搭一下今年 Sony Cinema is Coming Home， 把劇院帶進家中，實際表現究竟如何？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依照慣例，我們先從外觀設計看起，但是我不廢話，只講重點。這次我們開箱的是 Sony Bravia 5 65寸的版本，型號是 65X250。在定位上，這台 Bravia 5其實可以當成 Sony 先前超級熱賣的 X90L 後繼機種。所以沒意外的話 ，Bravia 5應該也是接下來2-3年你要買中階顯示器一定會看到而且繞不開的選項。在外觀上 ，Bravia 5正面採用主流的3窄邊設計。3側含框控制在 0.85 到1公分左右，底部則是 1.7公分，但整體看上去的熒幕佔比還是蠻高的，並且在底部這條以及側邊邊框 ，Sony 都加上了類似金屬拉絲的表面處理，看上去的質感還是不錯的。底部這裡總共有2顆指示燈，中間這顆會保持常亮，沒有操作的時候會是橘色，而當你按下遙控器的時候，則會變成白色，告訴你收到訊號了，邏輯非常清晰。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Bravia 5有內建機身麥克風，開關就在下面，往右推就打開開關，就可以使用免治 Google 助理的功能。那比如說，我現在直接示範，我現在2手空空，直接喊 “Hey Google”， 打開 Netflix 播放魷魚遊戲。哦，你看它打開了。或者你也可以說 “Hey Google”， 關燈。當成智慧助理來用也是相當方便。那如果是很在意隱私的朋友，你就不要開麥克風開關，系統就無法存取機身麥克風了。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Bravia 5同樣擁有立架可調的設計，放在靠中位置的2隻角座，可以根據喜好選擇貼近桌面的低趴高度，做到緊湊立在桌上的感覺。或是如果你有 soundbar 要放在前面，那就像我選擇比較高的這一段，這樣 soundbar 就不會被遮擋到了。另外，如果你搭配的是 Sony 自家的家庭劇院，那記得要用專用墊片，就可以讓 soundbar 穩穩的掛在2隻底座上面。接着看到背面 ，Bravia 5延續了 Sony 辨識度很高的方格設計，壁掛上這台65寸提供的是 VESA 300×300的規格。同時放在桌上的朋友，記得加裝 Sony 的地震固定帶，在台灣會更安心。電源線在正看的右側，各式接孔則是在正看的左側。由上而下分別是2個 USB-I 接孔。接着是光纖、S Center 輸入，以及總共4組的 HDMI 接孔。它標示的其實就很清楚，支援 4K 120Hz 的是 HDMI 3跟4兩孔
而 Soundbar 或是家庭劇院需要 eARC， 記得插在 HDMI 3的位置。另外2個就是 4K 60Hz 的接口，最後還有一個 RJ45 網路孔。但內行的都知道，沒意外就還是100 Mbps。如果要走高碼率播放，這台就有支援5 GHz 的 WiFi， 所以直接連更快的5 GHz WiFi 就好。藍牙則是 5.3。而在遙控器上，今年隨附的是這支採用環保材料打造的新版遙控器，需要裝入2顆4號電池，並非 Bravia 9可以充電的那支。但在連接上，同樣採用藍牙連接，只有在開機的時候需要用紅外線對準開機，打開來之後就是藍牙，不需要對準 Bravia， 你整支拿反也能正常操作。此外，遙控器本體有麥克風，支援 Google 語音助理，底部有主要串融平台的快捷鍵，切換也流暢。接着我們就不廢話，直接進入到這次最期待的實測環節。這次我們實測的是 Sony Bravia 5 65寸的版本，解析度達到3840×2160，標準 4K UHD， 採用 VN 面板，並且支援最高120Hz 的螢幕更新率。實測 HDMI 3、4兩孔都可以達成 4K 120的畫面輸入。最重要的是 ，Bravia 5也用上了 Sony 最招牌的 X2 認知智慧處理器，顯色上採用旗艦同款的 X2 Triluminous Pro 以及 Sony 自然原色。而在系統體驗上 ，Bravia 5以 Google TV 來說，依舊是前段班的流暢度。根據目前系統抓到的資訊 ，Bravia 5依舊是採用定制版本的聯發科高階 Pantonic 1000處理器，搭配6GB 的 RAM 以及16GB 的儲存空間，這也是 Sony 這幾代系統流暢上的最大關鍵。而在顯示規格上，這次最亮眼的地方還是 Sony 在 Bravia 5用上了 Mini LED 背光模組。那 Mini LED 是什麼呢？快速複習一下。簡單來說 ，Mini LED 本身就是 LCD 背光技術的進化版。前面有一塊面板，而背後有光源打在面板上，去點亮整個螢幕。這種做法就是大家常常聽到的 LCD 背光技術。而這幾年大家在說的 Mini LED， 就是目前最新最強去把面板點亮的光源。所以 Mini LED 在整個背光模組當中的角色就是背光。下次有人跟你說背光，現在就知道不是面板，而是後面把面板點亮的燈珠模組。那 Mini LED 比傳統 LED 強在哪裡呢？最大重點就是 Mini LED 每顆燈珠的體積都比傳統 LED 小了幾十倍，所以在同樣的面積下，不就可以塞進更多的 Mini LED 燈珠？而有了更多燈珠，再加上控制硬體，我們就可以非常精細的控制每一顆 Mini LED 的亮度，精準的控制現在要開到最亮，或是完全關閉做到全黑，那就可以更精準的呈現畫面上的每一個區域該有的亮度。其實看我們制作的動畫最清楚 ，Mini LED 顯示器通常會有上百、上千顆 Mini LED 燈珠，然後分成幾百、幾千個分區。接着，我們只要精準的調整每一個分區的亮度，就能更真實的還原畫面該有的亮度表現。例如夜黑風高的夜晚，應該是月亮最亮，接着是被月亮打亮的小部分區域也會有光，沒有光的地方就是最暗。所以再來一個關鍵字：控光。我們要如何精準的控制每一組 Mini LED 的亮度？這件事情也就是所謂的控光，讓畫面的明暗對比可以更真實的呈現原本的畫面感。但控光這件事情就難在 Mini LED 顯示器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決定後面的所有 Mini LED 分區要怎麼開、怎麼關，要多亮還是多暗，同時還要解決高對比場景下 Mini LED 顯示器會有的光暈問題等等。整個合起來也就變成演算法才是真正決定 Mini LED 表現的最大因素。只靠硬體，就算給你上萬分區，也絕對沒用的原因就在這裡。不過這個口說無憑 ，Sony 今年也毫不避諱，他們再次展示了 Mini LED 經過雲光層之後的實拍效果。從畫面上可以看到，右邊的是 Bravia 5上一代的前輩，叫做 X90L， 採用的是直下式的分區控光；左邊的則是採用 Mini LED 的 Bravia 5。我就講幾個比較有趣的，比如說這個吊燈 X90L， 因為分區數量少，就只能大面積的控制開關。而 Bravia 5則是貼合吊燈形狀。那貓頭鷹這段也很明顯，很可愛。莓果片段也能正確的貼合紅色以及黑色。不過這些都是 Mini LED 基本功。我覺得比較值得拿出來講的是這顆有明暗的球，系統會不斷改變，去貼合畫面上的明暗光影。那接下來這隻游動的鯉魚也很明顯。我們再看一次 ，Bravia 5是流暢的連續切換 Mini LED 分區。而 X90L 就只能硬生的開關，再加上今年的 Bravia 5採用的是背光22bit 灰階控制，可以做到400多萬檔的過渡，比常規16bit 的方案多了64倍，也更省電、更精準控光。不過從這些片段也能看到
Bravia 5肯定是沒有辦法媲美 Bravia 9，差距就是肉眼可見，畢竟這是硬體上的差異。但透過這段對比，還是能看到 Bravia 5在現有的分區中，除了可以緊貼畫面輪廓的基本功，亮點只是鯉魚那段可以看到流暢的 Mini LED 貼合開關。最後一段也能看到，因為 Bravia 5沒有9這麼多分區硬體，所以在面對高對比場景的時候，依舊需要微背光。內行的應該已經知道為什麼要開了吧？沒錯，答對了，就是要解決光暈的問題。好，我們就先看到這裡。所以看到這裡，今年還是讓你們猜猜看 ，Bravia 5的背光有多少分區？答案是65寸364分區，但畫面上這個貼合的程度，絕對想不到，這是只有364的中階 Mini LED 機種。我覺得最驚豔的不是畫面表現，是 Sony 工程師居然在364個分區畫腐朽微森漆，應該是真的掌握了什麼黑科技，並且相較起上一代 X90L 65寸只有80個分區來說，提升就是明顯可見。而在亮度表現上，我們也直接來實測。首先，在 SDR 亮度之下 ，Bravia 5從4%的顯示面積下，就可以穩定達到700尼特上下的最大亮度，100%就是可以達到514尼特。以65寸來說，這個 SDR 亮度表現是很夠的，達到可以壓過室內反光的程度。而在 HDR 亮度部分，我們將控光調整為高，在1%的顯示面積下 ，Bravia 5可以達到710尼特。最大亮度雖然在25%下，來到1105尼特。全螢幕就是可以來到656尼特，大概就是常規中階 Mini LED 的表現。我們也直接表格對比 Bravia 9，明顯就與自家老大哥有非常大的差距。要完全解放 HDR， 還是請直上 Bravia 9。目前 Bravia 5，我覺得就是日常看看第4台亮度很夠很舒服。回追動畫像是 Netflix 上了柯南回顧、我獨自升級等等，這些都是絕對夠用，可以完整發揮。那追劇的話，比如說最近有看的像是《魷魚遊戲》第3季、《洛美男英雄》第2季、《黑函情報站》第2季這種程度的影集，目前重溫看起來也都非常 OK， 還是 Sony 一貫非常舒服的調教風格，並且全螢幕來到600-700尼特，亮度也很 OK。但如果是非常極端的地獄測試，像是《怪奇物語》，就是還 OK 能看，但在高對比這段以及超低光之下的畫面就比較難完整發揮，沒有像去年看 Bravia 9真的是一眼驚豔。絕對不要小看《怪奇物語》，《怪奇物語》不是一般顯示器可以隨便追的影集，它已經按到很多人看了半個小時，還以為熒幕沒開，怎麼只有聲音？用一句話來說，亮度這件事情就是跟硬體本身的上下限最直接相關，靠算法是沒有辦法彌補的。亮度上大概就是中階 Mini LED 破1000尼特的常規表現，沒有太多驚喜。不過在 Mini LED 的光暈測試中，表現就還算不錯，以百分區級的表現來說，依舊是靠前表現。這就是 Sony 控光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而在顯色上 ，Bravia 5提供了影片、遊戲、電腦3大分類。那以影片來說 ，Sony 又提供了7檔的顯示模式。一般用戶基本上就是選標準和電影2個模式就很夠用。如果喜歡冷白鮮豔的朋友，那再選鮮明，也有 IMAX Enhanced 的檔位。除此之外 ，Bravia 5這次在系統上也是旗艦禮遇，不只是預設給了7檔顯示模式，也給了每個平台的最佳化設定。比如說在 Netflix 當中就可以看到 Netflix 校正模式，以此類推，像是 Prime Video 校正模式、Sony 自家的影音串流平台 Sony Pictures Core 校正模式。話說現在 Bravia 5開機就有直接送 Sony Pictures Core， 比如說 Bravia 5打開 App 就會提示包含10部可以兌換的電影，以及24個月的免費訂閱。那 Sony 自家影音串流平台最大的特色就是記得一定要開 Pure Stream， 對比一般串流常規只有15到20 Mbps 的碼率 ，Sony Pictures Core 可以直接串流80 Mbps 的超高碼率，不要錯過。接着我們就進入到實測環節。首先在顯色表現上，經過我們實測 ，Bravia 5的面板原生表現就可以達到 99.8% 的 sRGB、99.9% 的 Rec 709，以及 95.9% 的 P3 色域覆蓋。不過，如果你要追求的是色準表現，今年比較貼近色準的是專業模式。在這個模式之下，首先看到 CCT 落在6519K，CCT 丟台更是只有極低的 0.25， 這個數字只要小於2就是很優的意思，小於1就是頂級中的頂級表現。並且在 Rec 709之下 ，Bravia 5可以做到 98.3% 的覆蓋，達成色域限縮，並且今年的色準也很強，平均色彩丟台只有 1.81， 達到很優的小於2準確表現，最大丟台 3.25。接下來我們這邊展示一下 Bravia 5的側看可視角表現，肉眼看起來就是常規 VA 水準，並沒有像 Bravia 9的超廣可視角硬體處理。從側邊看的話 ，Bravia 5會有可感知的色彩衰減。4邊暗角，我們這台算是在正常範圍，
而在 HDR 部分 ，Bravia 5支援 HLG、HDR10 以及 Dolby Vision HDR 3種主流格式。我們也實測，在 Netflix、Disney Plus、Prime Video 3大平台都可以成功點燈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在 Dolby Vision 之下，有獨立的 Dolby Vision 鮮明、明亮、柔和3檔可選。基本上 ，Bravia 5選擇 Dolby Vision 明亮即可。鮮明就是一樣的冷白鮮豔調教，所以還是更推 Dolby Vision 明亮。而在動態補償上 ，Bravia 5受益於採用的是 X2 認知智慧處理器，所以效果沒太大問題。但是看電影，如果你想要開補償，我也建議隨機降噪抑制可以直接關閉，或是最高選擇中檔位，這樣可以大幅改善可察覺的殘影問題。而在抗反射上 ，Bravia 5採用的就是常規的霧面塗層。看電影追劇建議拉窗簾，室內稍微關幾盞燈就會有最佳效果。如果是看新聞、動畫、綜藝就完全沒差了。Bravia 5的 SDR 亮度在水準上，最基本可以抵消反光。接着我們來看音效體驗 ，Bravia 5總共提供了2支高音以及2支有低音反射的全音域喇叭，做到10瓦乘4的喇叭陣列，支援自家 soundbar。也可以打開升級版中置聲場同步，也支援 AI 聲源解析技術威順3。以內建喇叭來說 ，Sony 還是穩的。不過今年 Sony 剛好上了一組親民取向的 Bravia Theater System 6，我們就一起借來了。這組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在18000上下就有實體 5.1 聲道，包含一支 soundbar、一組直徑20公分的重低音，以及2顆後環繞，組成1000瓦的總輸出。這也是 Sony 相對少的大瓦數套組，也支援 Dolby Atmos 以及 DTS:X 2個主流標準。特色濃縮來講有3個：第一，價位親民取向，但有 soundbar、中低音、後環繞4套組，組成1000瓦高功率；第二，支援 S-Force Pro 做到更好的水平包覆感，也有 Vertical Surround Engine 做到更好的垂直包覆；第三 ，Bravia Theater System 6就是主打親民嘛，所以沒有實體天空聲道，不過有 Sony 的虛擬環繞技術。雖然效果還是跟真實天空聲道有差，但 Vertical Surround Engine 多少有強化垂直音效表現。不過如果你要跟內建喇叭比，就是完全不用比，肉眼可見的提升。如果你在意音效，這組算是 Sony 很好入門的一組。我們這邊也提供一組對比。From every universe. Hello, Peter. From every universe. Hello, Peter. You're flying out into the darkness to fight ghosts. What do you mean? They're all dying. Fighting Spider-Man. It's there. To fight ghosts. What do you mean? They're all dying. Fighting Spider-Man. It's their fate. I'm sorry, kid. Yeah, me too. 而在操作上，因為是 Sony 自家的產品，所以當你連接上 Bravia 之後，你就可以透過 Bravia 的遙控器直接調整 Bravia Theater System 6的基礎設定。進階設定，這裡也可以直接透過 Bravia 專屬的 App Bravia Connect 合併調整顯示器加 Theater System 6。需要留意的是 ，Bravia 5本身是支援中置音場同步的，但是 Theater System 並不支援，所以無法開啟。特別的是 ，Sony 這次加上那個叫做多聲道立體聲 App 會有這個音場開關，打開來後，系統就會自動讓後環繞同時發生。因為正常來說，後環繞是跟着音訊走，而打開音場後就是強制後環繞工作的意思。其實就是滿足物盡其用的用戶，就是希望聲音更大，看動畫片、看新聞等等可以開。而當你播放的是5.1聲道的影集或是電影的時候，系統就會自動關閉，以最好的設定呈現。最後，我們來看 Bravia 5的智慧功能。Bravia 5採用的是 Android 12作業系統，處理器規格與 Bravia 9相同，擁有4個 A73 核心，最高2000 MHz。GPU 同樣是 Mali G57， 基本上操作都相當流暢。用 Google 方案的好處就是 App 非常齊全，要什麼基本都有。而在智慧功能上 ，Bravia 5支援手機連接 ，Android 可以使用 Google Cast 進行投放，可以做到手機鏡像，也可以按 Chromecast 單純投放指定影片。而在 iOS 這邊 ，Bravia 5直接支援蘋果的 AirPlay 2以及 HomeKit， 所以不管是 iPhone、iPad、Mac 都可以直接透過 AirPlay 把畫面直接投上去。而在電腦和遊戲機的連接體驗上，我們也詳細來測。先來測 Windows， 透過連接 HDMI 3.4，可以成功開啟 4K 120Hz 12位元。
接下來測試自家 PS5 的支援，同樣記得插 HDMI 3或4。自家 PS5 相容性肯定是沒問題的，可以成功點燈 4K 120Hz， 點燈 VRR， 點燈 HDR， 點燈 ALLM 全都有。同時 PlayStation 身為索尼的親兒子，如果你插錯 HDMI， 系統也會提醒你換到 HDMI 3或4。那基本上 Bravia 5對於一般 PS5 玩家來說是完全夠用，沒任何問題的。照慣例也來玩一下蜘蛛人2，讓大家實際感受一下畫面表現。接下來來看比較複雜的 Xbox Series X， 4K 120Hz 點燈成功 ，HDR10 Dolby Vision 點燈成功，整排打勾是真的舒服啊！視訊模式可以看到遊戲 Dolby Vision、ALLM 自動低延遲、VRR 可變更新率全部點燈。整體來說，目前 Bravia 5討論度高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 Sony 終於拉了中階價位帶的產品線一大把。目前 Bravia 5的55寸官方價是45900，65寸是53900，算是 Sony 產品線中有料但又相對親民的選擇。另外有大尺寸選擇。當然，前面提到的價格都是目前當下的官方價，顯示器的價格還是直接去看通路是最準的，因為其實現在 Bravia 5是新機嘛，所以價格也會比較硬。所以其實我會推薦你也可以順便問問 Bravia 7的價格，如果相差不大，那肯定就選7。但必須說，5目前測下來就是該有的都有，第1本身也不錯，只是單純7有價可以先選7，但如果5也來到了甜蜜點，基本上就是稱職的中階守門員。並且它的顯色調校真的跟9無限接近，真的就是只差在亮度跟分區這種硬體的差距。基本上，除非你有特殊需求，或是有在看 soundbar， 要不然現在買哪家顯示器，基本上就是選同家，它的整體串聯會比較舒服。我們順便借來的 Bravia Theater System 6就是親民之選。好了，本期節目就先到這裡。這期邦尼團隊也是盡力在有限的時間內，盡能把重點講好講滿了，還請大家多多訂閱支持，這對我們來說真的很重要。如果還有任何問題，或是我們沒有測到的，歡迎底下留言一起討論啦。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不要忘記訂閱邦尼，並且打開小鈴鐺，及時收到我們最新的評測通知。當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們。如果還有其他問題，別忘了底下留言。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嘍。